听起来小天是不是很开心？我们这样没讲。没有啊，啾咪啾咪啾咪。那合作前后对林鹤和小田的印象有发生什么改变吗？就我们整个剧组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，就是说，任何一个演员加入进来的时候，都会就根据演员自己的一些特点来去调整他的角色。所以我很多演员老师来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在相处过程当中，先会去问一下，哎，喜欢吃什么呀？反正就是都了解多一点他的整一个演戏的习惯啊，各方面的，然后再看看我们角色跟他之间最好有一个可以双向奔赴的过程，那再去调整一点点。反正我自己在看片的过程当中，我会觉得是我很容易能带入他两个人的身份。那王小猴特别凶啊，然后樊长玉特别萌。啾咪。然后我看到有一张图，有个兔，有个狼，是的，是的，放在一块儿，那里公堂那个，对，是，我就觉得啊，这网友好懂啊，是这感觉哈。刚刚你们两个捣蛋鬼在一边干什么？我们没有捣蛋啊。那是导演，我们怎么敢在导演面前对，我们哪里捣造蛋了？次啊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谢峥和常玉的双 A 时刻吧。这个刚才是不是错了？这个错了。切到号了，先生。半切大号，不能算全切大号。我杀人了。哎呀，小宁呀，走了好，走了我就该收拾你这帮废物了。哎呀，你的枪来了。怎么样？不是让你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要送走明明，才能回来救你。哎呀，可靠。撑住！公民马上就来了，撑住！你看我的武器进化了耶，杀猪刀绑了一根棍子。常玉会的是长柄刀法。什么都会的。哎呀，好厉害！谢峥让常玉带着常宁抓紧离开，但内心是否期待他会回来呢？我本人会觉得肯定会是有一丝期待，我希望你说能有一点犹豫的，但是呢，我又不希望你留下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赶紧走吧。然后我转头就走了。就是他会想让你走，但是你真走了，我会有点失落，复杂的情感。常玉看到谢峥舍身救妹妹的时候，内心是什么感受呀？我就觉得哇，好可靠，就是这个男人没白养，没白养，就是我感觉说的也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有道理，对，因为妹妹对常玉来说很重要。那谢峥和常玉对彼此的感觉，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呢？我的视角上面，其实他们两个人是潜移默化的，然后是细水长流。细水长流，对他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点，两个人真的什么爱情。哎，导演，你设定的点在哪儿？
细水长流的都是。还真是，那跟我们的观感是一样。是。那有某个点让你们在拍摄或者追剧的时候被戳到吗？我最近在看剧的时候，非常戳我的一个点是常玉跟谢珍在碑前拜谢珍的那个墓。我觉得那场戏最戳我的点是常玉对谢珍说，虽然说外头的人这么去说谢珍的不好，但是我坚信郭安侯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他不会做那些坏事。谢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从小没有受到关怀，爸爸妈妈都死了，然后周围的人又很欺压他，长大之后又是在战场上，最后还被人给暗算了，这样的一个人。典型的美强惨的设定。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的设定，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先婚后爱。两个人是一开始就已经是进入到彼此的世界当中，他们就是都知道对方不是坏人，所以呢两个人就这么相处下来了。反而是两个人的所有包袱掉完以后，清清楚楚了彼此之间的身世以后，才第二次选择要不要真正的跟对方在一起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真爱。前面其实更加多的是很普通的两个普通人，情愫，都觉得对方不坏，就在一起了的这一种。所以郑源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对，就是对特别的人的一种情愫嘛。到后边就是分不开了。戏外两位也是第一次搭档嘛，那在表演上逐渐有默契了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默契的事儿，其实我们俩平常拍戏的时候，就我们俩平常拍戏，就是一场戏可能提出来的点，对方是否也跟自己有同感。其实这个时候基本上90%吧，对，能够同频，对，没有什么很产生分歧的时候。是，而且我们其实就算有一点可能自己不同的想法，也能够达成一个打败对方也能对，也能达成一个共识吧。反正演起来还是挺顺的，无论是什么戏。观众们都说曾导在逐玉给每个人都留下了人生镜头。那我们曾导在现场的时候有什么操作会让你们觉得天哪，还能这么拍？我说实话，我在现场拍的时候，我只知道曾导能把我拍得很帅，然后我就不用担心画面什么东西。但是我之后看了成片之后，我真的发现，我的妈呀，这个构图真的很厉害。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但是我还是得说，这个构图真的很厉害。哎，是有后期去修饰吗？真的？哎，还是你自己，你是玩什么游戏之类的吗？有啊，我们都讨论很多游戏了，你还给我买游戏机了。对，我们要共同爱好。是因为我觉得游戏画面是非常精美的，因为它的视效传达，游戏其实是所有的很顶级的。对，所以你会不会对自己有帮助啊？打游戏的画面啊，那确实挺有帮助的，是吧？对。你知道我的致敬领是怎么来的吗？不知道。你猜猜看，可能是游戏里面的。对啊，就是导演喜欢游戏啊。导演在监视器后面有什么反应，会让你们觉得这条稳了？我在片场里面挺冷漠的，我感觉是。对啊。就是还行，就还行过吧，就过吧。他们听起来。我在片场里面挺冷漠的，我感觉。对啊。还行过吧，他们听起来不会特别开心的，估计。他们听起来不会特别开心的。对，就是如果说也还行吧，过吧，然后他们就这还行，我已经演了那么努力了，有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吧。但我其实有的时候拍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是很开心的，但是就觉得在片场嘛，就不能表露出来，然后就觉得好像都见过世面的那种。但是导演早就被我们两个折服打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嘴角会翘起75度是吧？不是，导演是这样的。哼，这样就是不错的意思。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曾导在中卷也能拍出名场面，所以曾导要不要教教大家如何在普通的地方也能出片，给我们传授一点技巧呀？我觉得其实不是我拍的好看，是本身好看哦。所以还是卡建模，原来这才是重点。还说自己不会。导演能拍出那些细节，他会不会？
但你们也是我选的嘛，所以我也会。在西湖巷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接下来看看两个人感情升温后的故事吧。然后这是那个刺客。你干嘛？做戏就要做拳头。我们也不要大叔大娘在外面等一夜。我在上面，你休息好吧。你好。哦，翻面儿，翻面儿，烙饼。你们演这场戏的时候，你们放松吗？其实当时放松。导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们是很松弛演出来的，就两个人很熟了，就还是说其实你们表面上好像很轻松，实际两个人贼紧张那种。这场戏的时候，我觉得挺轻松，挺熟的了。对啊，我们已经拍到后期了。因为两个人的肢体状态就是其实是躺着的，人一躺，有支点，人一躺就很放松。现在想吃吗？这月色静静如我，光晕映射，映出了心中的斑驳，一丝那爱的星火。对，当时其实想做这场戏，就是想做很舒服的环境，其实就是很舒服，是，本来很亲密，但两个人又趴在上面的，就聊一些很无聊的事情的那种。对，就是一个很温馨又有情愫的一个场合。然后他们的经纪人就来了。哎呀，我网上看的最多的是这个弹幕。你们觉得这个时候两人的感情浓度分别到了多少呢？我感觉哈，就是导演刚刚说的一点是很对的，就是前期在西湖巷的时候，你说他们俩有爱到什么程度吗？也并不说是爱到轰轰烈烈不可自